宝系统绑定成功。啥系统？就是小说里的那个玩意儿吗？周小姐，您记不记得那对玛瑙耳环是什么时间丢的吗？记不清了，不是昨天，就是1个礼拜前。哎，你们快给我找，谁找着了，奖励是5万块钱。5万块啊！5万块钱顶我们1年的工资了。快找！这5万块钱的诱惑不小，可是这大半夜的光线也不好，怎么找啊？要是我能有个搜寻保护的外挂就好了。搜宝系统绑定成功。啥系统？就是小说里的那个玩意儿吗？是的，宿主，本系统旨在帮助宿主搜寻天下宝物，赚大钱。赚大钱吗？那你现在就帮我搜寻一下周小姐丢失的耳环。没问题，初始扫描范围10米，开始扫描方圆10米范围。检测到宿主的右前方6米处有玛瑙耳环1对。那不就是周小姐要找的那对玛瑙耳环吗？周小姐，你看看是不是这对耳环？是我的玛瑙耳环，干得不错，我现在把钱转给你。啊，好，转过去了。到账5万元。人生如梦啊，这一下子就赚了5万块啊！你们盯着我干啥？我脸上长花了？哼，你小子走狗屎运了！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找到，就让你找到了。哎呀，你一下赚了5万块钱，请我们去三温暖玩玩吧。三温暖？那地方最低消费都要5万块钱，我不请。我操！我让你请我们，是给你脸了，居然还拒绝！你一下子平白无故赚了5万块钱，那5万块钱是我自己凭本事赚的，我凭什么请你啊？去！哎呦！我操！你小子是不是欠扁啊？怎么想打架？哎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大家都是同事，那5万块钱有本事你自己去挣啊！不凡他家穷，还有父母要养呢。我操！彪哥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值的牌？是啊，彪哥，怎么了？彪哥，您是道上混的，横行惯了，但是这打人也总得有个理由吧？理由？好，我给你个理由。昨天晚上我的家里边丢了一幅唐寅的凤凰翱翔图，要不是这小子昨天晚上值夜班睡觉的话，能让小偷进来。凤凰翱翔图，这可是古董啊，据说价值好几百万呢。这刘二狗惨了，把他腿给我砍了。不要啊，彪哥，我没有偷懒啊！彪哥，你就算把他杀了，那也没有用啊，也找不回你那幅凤凰翱翔图啊。不如这样，我答应你，明天早上之前我帮你找到画，咱们就一笔勾销。好，你这小子性格呀，我喜欢。为了兄弟是2肋插刀，不像这些怂货们躲的是远远的。行，如果你帮我找到了那幅画，我额外奖励你10万块钱。行，彪哥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10万块钱，要不咱也给彪哥说一下，咱们也去找，谁先找到谁就拿着报酬。就是，彪哥是道上大佬，他要是能找到，就不会找刘二狗的麻烦了。所以找不到的，别抱了希望了。系统，打开我的宝物搜寻技能，搜寻那幅凤凰翱翔图。开始搜寻宝物，方圆10米范围正在扫描。扫描到一幅凤凰翱翔图，不知道是不是宿主要找的。这么快就找到了？那幅画在哪儿？就在那个张大彪的保镖身上。检测到他已经把凤凰翱翔图缝在了衬衣内侧里面。原来是这保镖偷了，看来这是监守自盗。彪哥，你那个凤凰翱翔图我已经找到了。这么快就找到了？我都没见你去找就找到了。难不成那幅画是你偷的？彪哥，你真会开玩笑。
不过您能怀疑我，就不能怀疑你身边的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污蔑我？信不信我告你诽谤？彪哥，我对你忠心耿耿啊，你可不能被这小子挑拨了关系啊！他诽谤我啊，彪哥。这事儿可就有点意思了。说，你凭什么怀疑是我的保镖？就是，凭什么怀疑我啊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我现在弄死你，信不信？彪哥，这二狗为人啊，我非常清楚，他值班绝对不会偷懒的。对，况且你那个凤凰翱翔图啊，这么珍贵的宝贝，一般的小偷也偷不到，估计连藏在你家哪里都不知道。所以啊，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你身边的人干的。这个人啊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保镖。说，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彪哥，我跟你这么长时间，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？你他妈有证据吗？就这样凭空污蔑我？证据很简单啊，你现在把这外套脱了，再把衬衣脱了，那凤凰翱翔图啊，就缝在你的衬衣里面。这个小保安是怎么知道我把那幅画缝在了衬衣里面？我他妈还没来得及出手啊！彪哥，你千万不要听他一面之词啊！我肯定是冤枉的，彪哥。啊，这彪哥都没怎么说话呢，你急什么？你这心里分明就是有鬼啊！彪哥，来人，把他的衣服脱了，看看里边藏的什么东西。我他妈看谁敢啊！好身手啊！彪哥，您自己看吧。千防万防，家贼能防，现在连他妈保镖都能防啊！说，为什么偷老子的画？彪哥，我欠了赌场一大笔钱，我要是再还不上钱，他们要砍我的手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彪哥。你他娘的缺钱就能偷老子的东西，真是个白眼狼！拖下去，卖到缅国！不要，彪哥，不要！不要，彪哥，不要！彪哥，这个保镖虽然是偷了东西，也不至于卖到缅国吧？给他点教训不就行了吗？哼，兄弟，你是在教我做事吗？感谢你帮我找的这幅画，钱我给你。以后在道上遇到什么麻烦，就提我张大彪的名字。哎，叶不凡出门绝对踩狗屎运了！他妈的，刚赚了5万，又赚了10万，操，真令人嫉妒。咱们走。不凡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被彪哥给废了。没事的，二狗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等你休息了，我请你吃饭。好。检测到宿主完成第一项寻宝任务，本系统自动更新，搜寻宝物气息从初级升至中级，搜寻范围从10米扩大至20米。系统啊，这个终极搜寻宝物都能搜到什么宝物啊？不方便解释，请宿主自行摸索什么是终极宝物。神秘兮兮的，现在就给我开启搜宝，我倒是要看看20米范围能搜到什么玩意儿。开启搜宝功能，扫描方圆20米范围，检测到宿主左后方20米的花池里发现宝物。藏得够隐蔽啊！妈呀，这宝物竟是黄金蟒！什么情况？我这一拳竟然打死了蟒蛇！那是因为本系统给宿主加持了力量。多谢啊！这玩意儿浑身都是宝，还能当药材，得赶紧卖了换钱。叶不凡啊，干什么呢？玩忽职守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真就不想干了。你拜拜了您嘞！嘿，我卖蛇赚钱去。小伙子啊，我看你在这赚半天了啊，是不是手里有好货呀？老板，这个东西收吗？我操，黄金蟒！老板好眼力，这是野生的黄金蟒。已经被我打死了。死了呀！哎呀，那就不值钱了。虽说这东西浑身都是宝，还能做药引子，但毕竟是死东西。你想多少钱出手？那得看老板给加多少钱合适了。10万！哎，别慌着走啊，兄弟！
老板，你这出价太不实在了，这可是野生黄金蟒，虽然死了，可是要用价值可想而知。我还是换个人卖吧。看出来了，是个谈生意的。那这样，你诚心卖，我诚心买，我加钱可以不？加多少？15万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就不值这个价了。再说了，你得让我赚点利润，是不是？行，成交。好，这是我名片，以后但凡有好东西都到我这儿来，我通通都收，价格保证你满意。来，走钱。过去了。这不叶不凡吗？你小子之前帮彪哥跟周小姐找东西，赚了几十万，这又赚了10几万，整点钱给哥几个玩玩怎么样？滚一边去！呸！妈的，这小子太他妈目中无人了！木哥，叶不凡这小子跟叶翻身了似的，咱们来之前还听说他辞职不干了呢。找个机会摸摸这小子的深浅。老板，那小子在你这儿卖的什么呀？一条野生黄金蟒，羡慕去吧。哦，这一夜的变化跟做梦似的。恭喜宿主完成终极寻宝任务，搜宝范围扩大至10千米，搜寻宝物等级高级，激活隐藏属性，获得蛇形刁手准确捕捉能力，开启属性面板。宿主叶不凡，搜寻宝物等级高级，搜寻范围10千米，技能蛇形刁手。蛇形刁手，我怎么记得这是武功绝学啊？哇，这蛇形刁手果然牛逼啊！哎，系统，我现在都不瞌睡了，马上开启搜宝任务。一天只能搜宝3次，今日搜宝次数已用完哦。你妈了个蛋的系统，你真不靠谱啊！这里就是不周山了。据传闻说，曾经有一个夜晚电闪雷鸣，好似有人看到仙人在渡劫，传得神乎其神。系统开始搜宝功能。搜宝功能开启，覆盖方圆10千米，地貌范围开始扫描。前方山体腹部5万米峭壁悬崖上，发现一颗100年份的血脊龙舌兰，符合高级宝物等级的条件，请宿主快去前往。100年份的血脊龙舌兰，这绝对是个好东西啊！据说这东西一生只开1次花，其果实有去除杂症的功效，赶紧去寻宝。快，跟上李小子，等他弄到好东西，咱们上去给他抢过来。木哥，叶不凡这小子到山体腹部去了，而且传闻这不周山死过人啊，我们真的跟着去了？怕什么？富贵险中求，难道你想当一辈子保安？要是咱有钱了，也能牛逼哄哄的辞了不干了。对，我赞成木哥的说法，咱也干一票大的，以后吃穿就不愁了。走。这悬崖峭壁得有100多米高吧？这我怎么摘啊？对了，我昨天不是刚获得了这蛇形刁手跟精准瞄准的能力吗？所以这精准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这有技能就是好，轻而易举就打中了。啊！我靠，这还会飞！我操，木哥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个蜘蛛竟然成精了，它居然会飞，这他妈是见鬼了吧！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过植物会飞啊！你们俩正经一点，这不周山本就传得神乎其神，有个植物会飞很正常嘛。这东西要到咱们手里边想一想，能挣多少钱？这要让你在我眼皮子底下跑掉，我还怎么拿你卖钱啊？精准瞄准，中！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谁让你是值钱的东西呢？不管你会不会说话，我都得给你抓住啊！毕竟物竞天择嘛。走，卖钱去。木哥，这叶不凡要走了，咱们怎么办啊？还能咋办？这荒无人烟的，我们上去把东西抢了。走走。哎呀，这不叶不凡吗？咱们居然能在这里遇见。这不周山一般没人敢进来，看来咱们不是偶遇啊！你们是尾随我过来的吧？你这小脑袋瓜还挺聪明啊！昨晚你在山货市场卖那条黄金蟒，让我们眼红嫉妒，所以今天悄悄的跟随你来到这儿，乖乖的把你刚才那颗植物救出来。对，救出来！那棵植物可是会飞的，在你手里也是浪费，赶紧交出来，不然把你搞死在这里。看把你牛逼坏了！你以为我会怕你啊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居然把我打出血来了！我操，我们3个人，你1个人竟然还动手啊！你们都敢抢我东西了，我还不能动手啊？来吧，咱们手底下见真章，看看我蛇形刁手！蛇形刁手，我他妈还大鹏展翅呢！我他妈小鸡独立！
我的胳膊肘好像被打碎了，我的膝盖骨好像也碎了。这叶不凡什么时候这么能打了？你们还抢不抢我东西啊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真不抢了？不抢了！以后这里的事我们烂在肚子里，什么都不会说。和那个会飞的植物，我们也不会说。叶不凡，让我们走吧。我觉得只有这哑巴才不会说出去。你要干什么？小兄弟又来了，我看你今天挎个包包，是不是又有好东西了？又有好货了。你给这张眼。好东西啊！这可是100年年份的血麒龙石兰啊！我可以出10万。不卖给你。不是，昨天咱们已经交易过一次了，咱们怎么也是合作伙伴了呀？你这种随随便便把客人隐私告诉别人的，我才不跟这种人打交道。你说的是不是昨天那3个人？我也就随口一说，我就说你是卖黄金蟒的客人，别的我什么也没说呀。你随口一说，别人差点把我抢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说我要不要卖给你啊？我真没想到给你带来那么大的麻烦。这样吧，我给你赔罪行不行？我这抽罪行不行？晚了，师傅。这100年份的龙舌兰你收吗？收，但是我得先看看成色。所有人给我听好了，这人的东西谁也不能收，谁要是敢收，就是跟我姓陈的过不去。哎呀，小兄弟，你什么时候得罪我们陈老板了？他现在发话了，我也不敢收啊。我估计这个山货市场没人敢收你这个东西。什么意思？他有那么大的权利啊？陈商贩不仅是这个山货市场的收购商，更是这一片的地头蛇呀。他现在发话了，就算你东西再好，估计也卖不出去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去给他赔礼道个歉吧。小兄弟，100号商贩可吃不下你这货，来我这儿吧，我能给你最好的价格。刘氏集团的大小姐正需要血麒龙蛇兰这东西，给家里的老爷子当药引子救命呢。收购价可是200万，我必须以最少的价格买到手，再转手卖给刘氏公司，赚取更多的差价。服软了吧？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我也不压你价格，我再给你加5万，15万买你手里的血麒龙蛇兰。这玩意儿我自己吃了我都不卖给你，利用权势，你当我怕了你？我靠，你敢打我是吧？都给我过来！今天我让你出不了这个山货市场！刘大小姐、陈秘书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刘小姐，哪阵风把您吹来了呀？你说我们怎么来了？山货市场有人卖血麒龙蛇兰，为什么不通知刘总？山货市场有人卖血麒龙蛇兰，为什么不通知刘总？什么情况？龙蛇兰这事我早就下了死命令，谁都不许往外说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是谁告的密啊？不是，您看啊，我这不正在跟卖家谈那个收购龙蛇兰价格的事吗？然后刘总您就来了呀。你打着低价收购，再坐地起价卖给我们的算盘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？敢拿我们当傻子耍？别忘了，既然能委托你来找血麒龙蛇兰，我们自然也有自己的眼线。我劝你做事之前先掂量掂量。好了，陈秘书，我相信陈老板是个聪明人。是他，那个曾经救了我的他。当年我被一群混混欺负，是他救了我。可惜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家住哪里，一直都没有找到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，或许这就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叶不凡。原来你叫叶不凡啊，这名字还挺好听的。咱们认识吗？啊，我们不认识吗？看来他不记得自己救过我。没事，我记住就行了。我们也是第一次见。听说你要卖血姬龙蛇兰是吗？刚才听那个陈老板说，这儿没人敢收我东西，卖不出去。他就是个吃里扒外的奸商，把他丢到深山老林里，让他自生自灭去。不是你们也太狠了吧！我就是想挣点差价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不至于这样吧？我错了。有钱有势就是好，日后我要是能像这个女的，随意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生死，就爽了。那我们现在来聊聊龙蛇兰的价格吧。你想多少钱买啊？你想多少钱卖啊？你开个价。这个数200万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我2个手指头最多要个20万，没想到他居然要给200万，这女的得多有钱啊！这里是100万现金，我出门没有带那么多钱，你给我个地址，我在3天之内把剩下的钱送到你家里去。这么有钱的女人应该不会骗人。再说了，200万比我预想的价格可是高出不少呢。
我家在筒子楼101号，剩下的钱你可别忘了。我先走了。大小姐，小的斗胆问一句，为什么不给他开支票呢？而且价格给的有点离谱。你懂什么？这样我就能知道他家里的位置，到时候借着送钱的机会，就可以制造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了。今天爽啊！一下子赚了200万，瞬间就变成百万富翁了。不过这城市的房价实在是太贵了，200万就只能买个厕所。不过我现在有搜宝系统，搜尽天下宝贝，多多赚钱就能买房子了。检测宿主将血姬龙蛇兰成功售卖，搜宝范围扩大至50千米，搜宝等级升级至顶级，奖励隔空取物技能。我操，隔空取物这技能好呀！系统，是不是我随便抓一抓就能隔空抓到东西啊？是的，宿主，现在可以试一试。好，看看我能抓到什么呢？隔空取物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去，这是胸罩！我里面怎么就空荡荡了？你是不是就没穿呀？不可能啊！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绝对穿了，怎么突然就没有了？我去，这技能不能乱用，不然会被当成流氓。系统，开启我的搜宝功能。搜宝功能开启，开始扫描方圆50公里范围内的宝物。扫描到江城公园人工桥底下，发现驻颜丹一颗，请宿主快去前往。驻颜丹，那是可以让人永葆青春的丹药吗？是的，宿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这大白天的湖边都是钓鱼佬，看来得等到晚上没人时，才能把那个水底的驻颜丹取出来了。这钓鱼佬终于走了，都空军了还钓那么久的时间。隔空取物，隔空取物。哦，这永葆青春的东西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吧？恭喜宿主获得驻颜丹。驻颜丹，那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有人想不开的跳河了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也不知道我这隔空取物能不能取人。隔空取物啊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想不开去跳河呢？是你救的我。你家在哪儿？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没有家了。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不然像您这么好的年纪，不会想不开的呀。你为什么要救我呢？我死了该多好啊！苏婉清，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好像江城医美界大佬就叫这个名字。云顶庄园，这可是私人庄园啊！这1个月前就被那个医美大佬苏婉清给买下了，怪不得这个名字这么耳熟。原来他是医美行业的大佬呀！不过这大佬在网上的照片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气质美女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生病了？苏婉清，你认识我？你身份证掉了。晚清医美的苏总，在这江城谁人不识啊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已经被撵出来了。是因为你容貌的事儿吗？都是要死的人了，告诉你也没什么。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自己的容颜一夜之间就非常苍老。医生说我是衰老症，没得治，所以……你心灰意冷的想到了跳河，一了百了啊！您创立了那么大的事业，经历过风浪，何必走这一步？你不用安慰我。被你救上来后，我想开了，不会寻死的。我会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安安静静的度过自己的余生。不就是容貌的事情吗？我有办法帮你解决啊！小伙子，我自己的医美团队拥有顶尖的技术，都无能为力。你要是真能帮我恢复容貌，我愿意把这块价值3000万的传家宝送给你。3000万，这下真的发财了。小伙子，没用的。你喂我吃的什么？啊！我怎么感觉我的容貌……天哪！我竟然恢复了少女容颜！恩人，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？这个啊，不仅能让你恢复容颜，而且绝对安全无副作用。这简直是神器！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这是我们的约定，请您务必收下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检测到附近50千米范围内有顶级宝物，搜宝技能主动开启扫描。有意思了，系统居然主动寻宝，这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扫描到江海森林腹地悬崖边上生长着一棵老槐树，其树杈上有一鸟窝，窝中有一个不一样的蛋，请宿主快去前往。鸟窝里有个不一样的蛋，这必须得去啊！小伙子啊，你这恢复容颜的药，如果大量开发的话，那是多少女人的福音啊，会挣很多钱的。所以你有没有兴趣？那个，我还有事，咱们改日再聊啊。啊，改日。哎呀，终于到了！这地方连像样的山路都没有。虽然这城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，但属于未开发的原始森林。啊，不知道这鸟窝里不一样的蛋是什么蛋啊？不，这两个是鸟蛋，我认得出。不过这个蛋那么大，从外壳上看着像是乌龟蛋，可是这比乌龟蛋大得多吧？算了，还是先拿回去吧。人类，你想偷我的蛋，该死！这该不会是神兽玄武吧？这该不会是你生的吧？这不会是你生的吧？你说呢，可恶的偷蛋贼！我的蛋，我要吃了你！完了！看来要被这老王八给吞了！系统可不能帮忙啊！我可不是偷蛋贼啊！这个外挂也不行啊！系统，你别在这给我准备装死了！这什么情况？怎么没受伤啊？宿主不要害怕，这玄武只是一道守护蛋的虚影而已。虚影？那我还怕什么呢？人类，你通过考验了，好好照顾我的蛋。啊！我去，这蛋孵化了！爸爸，我去，你会说话？是宿主与小玄武产生了脑电波共振，才能听得到小玄武的声音。叫我啥呢？爸爸，我还没结婚呢，还是童子鸡，怎么生出来你这个玩意儿啊？不过呢，养着你也行啊。恭喜宿主被小玄武认爹，搜宝范围扩大至100千米，搜寻宝物等级升级至稀有级别，奖励玄武威压和肉盾防御能力，触发一次抽奖模式。肉盾防御能力还能抽奖？哎，系统快抽奖！开始抽奖！恭喜宿主抽中一次特定搜宝能力。搜宝能力就是宿主指名道姓的搜某一个宝物的名字，系统便可以倾尽所有的去搜寻。哇，这技能好啊，我喜欢。哎呀，好了，以后啊，你就先待在这里，等改日我买一个水缸，再专门养你啊。呸！你干嘛呲我？爸爸饿了。还好我回来的时候专门买了你吃的东西，你等着啊。好了，吃吧。你干嘛呀？爸爸笨，我不吃这些东东。啊？那乌龟不都吃这些吗？哦，不对，你是玄武，那你吃啥？零食。啊？那我这一时半会儿上哪儿给你找零食去啊？不凡哥，没打扰你吧？这宝石怎么隐隐有灵气波动啊？不凡哥啊，发什么呆呢？啊，没事，刘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给你送钱的，你忘记了？上次说花200万买你的血姬龙舌兰，当时只给你支付了100万，这张卡里有50万，你先收下。我刘家虽然家大业大，但是能调动的资金极少，剩下的钱我会慢慢还给你的。没事，你只要不赖账就行。那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啊，你抽着脑袋，来，快请进。刘小姐，你先在沙发上歇会儿，我给你倒杯水。这就是他住的地方吗？好简陋，不过整理的倒是挺干净的。看来我得买个大别墅送给他了，到时给他个惊喜，他肯定会很喜欢。啊，好可爱的小乌龟啊！不凡哥，没想到你还有养小动物的习惯。
这小乌龟好可爱啊！它好像很喜欢我的胸针。它大概是饿了。可是这盘里有这么多鱼和虾，它怎么不吃啊？它不是普通的龟，它需要吸收某种特殊矿石的能量。特殊矿石？这可是我听过最特别的宠物食谱了。你不会是看上我的胸针了吧？这是我母亲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。不，刘小姐，你误会了。她需要的是未经雕琢的天然矿石，不是你的首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记得家里的收藏室好像有几块原石，我现在就回去找找。这是个好机会，既能帮到她，又能让她看到我的心意。刘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就是老毛病犯了，吃个药就没事了。刘小姐，你这包包里没有药啊！可是快让我含在嘴里。这个。没事吧我没事了。你这到底得了啥病啊？哦，我这个没什么，就是老毛病，服用点何首乌就好了。老毛病？你这都吐血了，绝对不是老毛病。真的不骗你，我这就是老毛病，没什么大碍，真的没什么。这上面说你得了一种怪病，需要用何首乌来吊命，否则就会没命。你还说谎？这病怎么根治啊？根治不了。在我这儿，那就没有什么根治不了的病。毕竟我有系统。也罢，告诉他也没什么。我服用的何首乌都是人工养成的，只能缓解我的症状，除非找到千年何首乌。可是这野生的何首乌上哪去找啊？根本找不到。千年何首乌啊！系统，我之前获得了一次特定搜宝的机会，现在我就要搜这个千年的何首乌。开始启动搜宝功能，方圆100千米范围内开始扫描千年何首乌。哇！发现千年何首乌生长于不周山黑暗山洞。不周山黑暗山洞是吧？那地方虽然传闻有很多恐怖的东西，不过要是能采摘到何首乌，这刘小姐肯定也会给我不少钱吧？你要的这个千年何首乌，我找到了。你能找到？啊，只要是东西，天底下就没有我找不到的。不过呢，咱事先说好，我要是能找到千年何首乌，你得给我钱。叶先生，你要钱的样子真的好可爱。只要能找得到，别说是给你钱，我这个人给你都行。不要人，我就要钱。那你想要多少钱？我也不漫天要价。这何首乌一年就算1万块钱吧，那千年何首乌就1000万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不过你真的能找到吗？我曾经让人寻遍了山野乡田，都没有找到过这东西。真的呀？我能骗你不成？那不是打自己脸吗？你现在就在我家休息，我马上就把那何首乌给你找到，回来救你的命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。啊！这四周瘴气好大，系统，能不能帮我清除一下瘴气？没问题的，宿主。不错不错，系统，这次表扬你一下。不烦，等一下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着让你在家里待着吗？我不放心，你帮我办事，我置身事外不好吧？你知道这前面是什么地方吗？不就是个山洞吗？这里面啊是黑暗山洞。黑暗山洞？传闻中这黑暗山洞里有很多可怕的鬼物，而且仅有冒险队进入过，再也没有出来。你知道这里面多危险？赶快回去吧。
有你在身边，我不怕。走吧。这什么东西？原来好长啊！这是变异的蝙蝠啊！千万别被咬着。系统，启动玄武洲的防御能力。安全了。不凡哥，刚才那些蝙蝠好像是冲咱们来的，可是我们身外好像有一层罩子，它咬不破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咱们受到上天的保护了。走吧，继续深入。这又是什么怪物？这个洞穴里面竟然有蛟龙，但是你就算是蛟龙又如何，也承受不了我神兽玄武的血脉压制。什么意思？系统，请你的玄武威压。不凡哥，你刚才身上爆发出什么声音了？一下子就把这蛟龙给击倒了。秘密不能告诉你。秘密是吗？行啊，等把你追到手了，看我不把你的小秘密一件件都问出来，你等着瞧。怕了，想逃？给我站在那儿别动，不然后果自负！天哪，不凡，他好像听得懂人话。我觉得他活得太久了，所以精通人性。哎，告诉我们何首乌在哪儿，否则斩了你！没想到千年何首乌竟然藏得这么隐蔽。日后当我的坐骑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可是有很多手段的，听到没？你先过去吧，我要是有需要就吹口哨呼唤你。刘小姐，你看那个就是千年何首乌。真的吗？那我的病就能根治了。这东西怎么还会喷水啊？我以前吃的何首乌怎么没有过这样的情况？可能因为这是千年何首乌，所以有了灵性吧。没事的，就是点水而已。不过我为什么感觉好热呢？我也是。不凡哥哥，要不在摘何首乌之前，你想不想干点什么呢？想。我现在越看你越美。讨厌，人家本来就很美。不对啊，咋突然之间咱两个都对那种事情有欲望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人家现在就想。不凡哥哥，快吻我！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突然间那么的想和他发生点什么呢？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呢？没想到宿主的电力这么好的嘛！系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从中作梗了？我就说为什么突然间我们两个那么的想？本系统有那么卑鄙吗？是刚才你俩要摘千年何首乌的时候中了他的液体，这种液体会让中招者必须行男女欢愉，否则只有死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嘛，为什么突然间就非常的想？那系统，你能不能帮我们解除那种发情的毒素吗？能啊，毕竟系统是无所不能的。那你快点给我解毒啊！不好意思，本系统不能给你俩解毒，你要珍惜眼前花前月下的机会哦。毕竟宿主能有女人要，是系统想象不到的。暂时切断与宿主的联系。系统，你这系统太可恶了你！事已至此，我顶不住了。没想到我们就这样有了肌肤之亲。是啊，没想到居然奋战了一晚上。讨厌，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嘛。那个，咱们虽然是中了那个千年何首乌发情液体才有的这一夜情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而且叶不凡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你了。上学的时候就认识我？那我咋不认识你啊？你还记不记得高中的时候，你在路边救了一个小女孩？我在高中救的小女孩就是你啊！我说呢，我那天第一次见你，你一个千金大小姐老对我傻笑，
我以为是傻妞呢。你讨厌，你才是傻妞呢。人家对你笑是想留下好印象，毕竟你救了我。那个时候帮你打小混混，纯属是正义感爆棚，不值一提。这些在你眼里可能微不足道，可对于我来说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。要不，咱们再来一次吧。又犯病了，你忍一下，我现在就把那千年何首乌摘下来给你。哦，没想到你这千年何首乌不仅会发出发情的液体，还会跑呢。不过可惜了，我今天得拿你救命。谢谢你啊，叶不凡，要不是你，我都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了。没事了，咱们走吧。出去之后我就娶你。圆圆，你说什么？你要嫁给这个屌丝？爷爷，不凡他不是屌丝，他是顶天立地的男人。而且你要救命的血姬龙舌兰就是不凡找到的。嗯，那血姬龙舌兰是你这小子的？哼，我就说嘛，20万的东西居然要200万，你这就是奸商所为，坐地起价。就冲这一点，就不会让你和我孙女在一起的。爷爷，你怎么不分好坏了？那龙舌兰是救你命的东西，怎么能说不凡是坐地起价呢？你呀，被这个臭小子给迷住了啊！我不给你说这些。爷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那就不说龙舌兰的事情，就说那千年何首乌，那也是不凡找到的。而且现在我的病根都好了，他可是没要1分钱。他是没要钱，那是他惦记着咱刘家的产业呢。啊，老爷子，你刘家有多少产业值得我惦记啊？哼，这是500万，拿着它离开我刘家，不要再和我孙女联系了。老头儿，你瞧不起谁呢你？哎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敢骂我是老头儿？你不懂一点尊敬吗你？是你先不尊重我的，别在这里倚老卖老了。而且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呢和你孙女已经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，所以啊，就算我们现在去私奔，你猜你孙女会不会跟我私奔？你，圆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哎呀，造孽呀，造孽呀！我精心呵护的小白菜，就这么被猪给拱了呀！爷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会和不凡一起孝敬您。孝敬我？哼！好，罢了罢了。如果他要是能完成我一个要求，我就允许你娶我的孙女。老爷子，你请说什么要求？半个月赚1个亿。爷爷，你这是强人所难，这半个月赚1个亿，这根本无法完成的吗？他要是半个月赚不够1个亿，那他叶不凡就不配做我刘家的孙女婿。爷爷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和叶不凡私奔。我们走，我以后也不要做刘家大小姐了。好，咱们私奔。哎，你们怎么一点台阶都不给我下来？说走就走。爷爷，是你逼我们这样做的，可不能怪我们啊。唉，罢了吧。如果赚不够1个亿，那就5000万。5000万总可以了吧？你最起码让我看得到你能凭能力养得起我的孙女吧？老爷子，你早这么说的话，你只是想看看我的实力，半个月赚1个亿这赌头，我接下了。不凡，这半个月挣1个亿根本完不成的，而且爷爷刚才都已经退步了，你怎么？没事儿，相信我。对啊，我应该相信他的，毕竟在黑暗山洞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他都能找到千年何首乌，还能安然无恙的带我出来，就这份能力，已经不是常人能比得了。老爷子，半个月之内赚1个亿，这个赌我接了。反正我有搜宝系统，根本不怕赚不到这些钱。好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。你要是半个月赚不够1个亿，
从此和我的孙女分道扬镳。行，那我提个议啊，这段时间里，不凡必须住在我的家。那不行，不行，那这赌我不约了。哎，好，就让他住到家里，但是不能和我的孙女在一间房里睡。白天爷爷还不让我和不凡住一间房，但是这大半夜的，他肯定睡着了。这样我就可以偷偷的跑进不凡哥哥的房间，等到天亮，我再回到自己的房间。这样爷爷肯定不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。我真是小聪明。我就知道这个乖孙女大半夜的不会睡觉，然后去偷偷撕毁那个臭小子。还好我提前做好了准备，我一定得阻止你犯错。门居然没锁，还知道给我留门呢。哎，孙女，不睡觉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爷爷，你怎么没睡觉啊？哼，大半夜的，我的孙女在自己家里偷偷摸摸的杵在这个臭小子的门口，我能睡得着吗？爷爷，我不是想要进不凡哥哥房间，我是肚子不舒服，想找卫生间。哼，卫生间？你自己的房子里难道没有卫生间吗？当爷爷傻呀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想溜进这小子的房间，然后谈情说爱。当年我也是这样追你奶奶的。走，跟我上楼去。哎呀，爷爷，我跟不凡哥哥有肌肤之亲了，您就别管我们了吧。那也不行。在爷爷的认知里，你们俩还没有结婚，就不能住在一起。走。哎呀，不要！走！哎呀！这不凡哥哥大半夜不睡觉，会去哪儿啊？肯定是溜走了吧。被窝是凉的。虽然这小子之前夸下海口，印成半个月赚1个亿的赌头，你看现在人却没了，肯定是临阵脱逃。看来这小子不值得你付出啊！才不是呢，不凡哥哥不是那样子的。哎，爷爷看到了吧？不凡哥哥是出去赚钱去了，他才不会临阵脱逃。这大半夜的出去赚钱，那个小子难道是男模吗？爷爷。系统100公里的范围啊，都搜索10分钟了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回宿主，中高级宝物均有发现，但是还没有搜到稀有级宝物啊。那不能给我一个中级宝物的提示啊？我可是答应过刘老爷子的，半个月内必须能赚够1个亿，我不能浪费每一个时间啊。宿主别急，搜到一个稀有宝物，顶10个中高级宝物的价值。扫描到了，在江西乱葬岗有一无字墓碑下方埋着的檀木棺椁里，发现稀有级别的宝物，宿主快去，别被别人捡了漏。好。系统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宿主挖开看看就知道了，下面绝对埋着好东西。你在这儿弄这么神秘干嘛？这可都是坟墓啊！哦，系统，这棺材我咋看着不对劲儿啊？这上面贴满了符咒，这周身也贴满了符咒，我感觉这里面躺的东西不一般啊！要不别开棺了吧？那宿主还想不想要稀有级宝物了？这……我敢保证，这棺材里面的东西绝对值不少钱呢。行，开就开，有系统在，就开出什么我都无所畏惧。我操！系统，这里面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是僵尸啊！我靠，真的是僵尸啊！系统，你妈个蛋啊！你是故意玩我的吗？就这玩意儿能是稀有物品？宿主，僵尸还不是稀有物品吗？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，现在让你亲临体会不好吗？而且本系统之前之所以不说是僵尸，是担心宿主没有胆子啊！我现在都开关了，你还觉得我没胆子啊？
而且这玩意儿值钱吗？谁会买？有人买吗？僵尸虽然很可怕，但只要不撕下符咒，它就动不了，也伤不了人。而且僵尸是古董啊，说不定有收藏家喜欢研究这东西呢。哎，你这个倒是提醒我了啊！有些这个收藏家他就喜欢整这些玩意儿，看来我得赶紧联系拍卖行。圆圆，别等了，快吃早餐吧。那小子一晚上都没有回来，肯定是跑了。爷爷，一夜不凡的人品，他是不会跑的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这么无条件的信任他呢？哎，不凡哥，你回来了啊！我去下面给你吃。哎，你扛了个什么玩意儿？僵尸，什么？僵尸，僵尸？这玩意儿我只在电视上见过，没想到还有真的。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逗我老头子玩呢吧？老爷子，我从来不骗你啊！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把这个符纸揭开。你当我不敢呐？老爷子，现在相信了吧？你小子有毒啊你！大早上你扛个僵尸回来干什么？我卖钱呢，这可是老古董啊！不凡哥，快来尝尝我做面的手艺如何啊？孙女，你别吃面了，快来看看你不凡哥哥给你扛了一个僵尸回来，快把我的魂都吓出来了！什么僵尸？这玩意儿我只在九叔的电影里看过。孙女，这个符可不能摘呀！我不信。以后可不敢轻易再摘下这符咒了啊！不凡哥，你没事弄这玩意儿回来干什么？我原本弄回来想把它给拍卖了，但是没想到这小的拍卖行它不收，大的我也联系不上。唉。哦，我懂了啊！你是想把它拿去拍卖啊？现在不少的有钱人都喜欢玩古董这些，但是寻常的古董古玩他们都已经玩腻了。这僵尸一直都是很玄乎的东西。这个玩意儿要是拍卖了，肯定很值钱啊！你小子有头脑啊！之前我还在想，你这半个月赚1个亿，怎么样才能完成？现在我仿佛看到了希望。还行。这样吧，雷霆拍卖行是江城第1的拍卖行，我刚好认识那里的老板，我跟你联系一下，你把这个僵尸送过去，让他们拍卖。至于能拍多少钱，就看你小子的造化了。拍卖会会长和我爷爷已经联系过了，说拍卖会会长决定亲自拍卖这个僵尸，抽取佣金30%，而且还找了个道士负责安全，就是为了消除拍客疑虑。拍卖会会长说他们曾经拍卖过一个僵尸，所以请的这个道士应该会应对很多突发情况。而且咱们要是能拍到1个亿，那咱俩就可以领结婚证了。就算拍不到1个亿，等回头我再找一些这样的古董会拍卖，肯定能赚到1个亿的。不凡，其实半个月拍不到1个亿的话，只要咱俩有爱情结晶，我爷爷就会接纳你。少爷，你看你女神刘媛媛依偎在一个男人怀里。本少爷看见了，用不着你提醒。圆圆，这小子是谁啊？你为什么靠在他的怀里？他是我男人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，王八？这小子居然是你男人！在整个江城，谁不知道我王爸整整追了你3年？你怎么就突然多出个男人呢？圆圆，这人是谁啊？怎么那么聒噪？他呀，就是个典型的富二代，而且人品特别差，素质低下。最主要的是，他是整整死缠着我3年，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他，他还要死缠，烦人的很。原来是讨人嫌的苍蝇啊！小子，自己写个数，赶紧离开我的女神圆圆。看不起啊！哪儿来，快给我滚哪儿去！你妈的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给我打！少爷，这
这小逼崽子我们打不过呀！发生什么情况了？看样子好像是王八的保镖被欺负了。这谁家的少爷看着面生啊，敢欺负王八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没看出来啊，还是个练家子。哎呦，我还没羞辱你，你倒是羞辱起我来了。哎呦，你什么你啊？仗着自己有保镖就可以欺负人了？这男的不知道王八的身份吗？居然连续打了他好几个大逼斗了。小子，别狂妄！我狂妄？明明是你先让人打我，我只是还回去而已。现在要被你说成是狂妄。小子，你有种，别打我的脸，咱们比财力。财力？怎么比啊？来拍卖会的人都知道，雷霆拍卖会的那个拍品很稀有，但却不知道是什么拍品。所以等开拍的时候，咱们谁能把拍卖品买下来，那才叫牛逼呢。还有吗？有啊，我他妈素质很高的，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这样吧，一会儿呢，我如果把这个拍品拍下来，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3鞠躬道歉。那我要是赢了呢？你要赢了，随你怎么办？行，这赌约我接了。你小子等着输吧！在整个江城，没有人比我王八的财力雄厚。我一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输。干嘛和王八打赌啊？他们家很有实力的，比财力我们根本比不过他。而且拍卖会不允许竞拍自己的物品。这不是你委托的吗？是啊。那就没问题了。虽然那个僵尸是我抓来的，但是由你委托给拍卖会的，所以互不影响啊。我本来呢还担心僵尸一抬上来，直接就没人敢竞拍。现在呢有王八打赌，咱们根本不用担心会流拍了。有了王八，咱们根本不用担心流拍。哈，没想到我男人的脑子这么精明，居然还会担心这拍卖会会不会流拍。那可是想当你男人啊，是要娶你的。那可是拍卖会。各位安静一下，今天我们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次拍卖会竟然是协会会长亲自主持啊！听说这次拍卖品不简单呐，由会长亲自主持。诸位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都是业界喜欢收藏古董的大人物。行了，别卖关子了，什么东西赶紧拿出来看一看，让大家长长眼。看来王少很急啊，那就上拍品。我的天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难道是个人吗？脑袋上贴着符咒，看这东西的服装，应该是……脑袋上贴着符咒，看这东西的服装，应该是僵尸。原来是僵尸啊！僵尸！会长，你搞个这么神乎其神的藏品，居然是僵尸，这玩意儿能拍吗？带回家后不得日日所担忧。就是，万一被这玩意咬一口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对啊，诸位，僵尸虽然可怕恐怖，但就其研究价值来说，那也是古董。而且这东西以前你们也就在电视上看过，哪像这次给你身临其境的看到。而且最关键的一件事，僵尸的额头上贴有咒符，只要你不把它撕下来，它就不会动。那要是这符咒不小心被撕下来，出了事儿谁负责？我们拍卖行早就想到这一点了。买僵尸送道士，保你10年无忧。有点意思啊！怎么拍的？毕竟这玩意儿拍回去研究一下，还是很有价值的。不设起拍价，加价不上限，人人都可以竞拍。不设起拍价，加价不上限，人人都可以竞拍。我出10万。王少，你可太会钻空子了吧？这可是僵尸啊，不死不灭的那种，你就出10万？我出20万。我出100万。我出200万。哎，诸位，先别着急竞拍，听我说2句啊。我王家的实力，诸位都是清楚的。今天呢，这个僵尸我看中了，所以我出300万。你们就不要跟着竞拍了。再说了，我跟这小子打的还有赌头，你们再跟着拍也是没用的。那既然王少都这么说了，我们就给他个薄面啊！对，
这个薄面肯定是要给的。这就对了嘛。接下来是咱俩的对局了，你可以跟着竞拍了，但是我永远只会比你高一口价。真是地主家的傻儿子，我出1000万。1000万？这小子是有多少钱？不凡哥哥，你这竞价咋出这么高啊？我出1000万。1000万？这小子是有多少钱？不凡哥哥，你这竞价咋出这么高啊？咱们不是和他对赌了吗？肯定要把价钱往上抬抬。万一这王八不跟了，那这拍品岂不是砸在咱们手里了？没事儿，看这王八好胜心很强，所以啊，他肯定会加价。2000万，你丫的叫价！5000万，你丫的有病吧？你才有病呢！你跟不起就别跟呗。6000万，7000万，你丫的有7000万吧？你就叫价？你管我有没有？你跟不跟？你管我有没有？你跟不跟？小子，你要知道，如果我不跟了，这台上的僵尸就是你的了。到时候你拿不出这7000万，拍卖会的规矩就是断掉你一只胳膊，割掉你的舌头作为惩罚。是的，小兄弟，我们的拍卖会是公平的。虽然我们没有验你的资，但是因为刘小姐作为担保，所以说允许你随意加价。但是这个拍品要是落到你的手里，你没有钱给我们支付，那就是戏耍我们喽。按照规定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好，别废话了，8000万。不凡哥哥，你这喊那么高，这王八是不跟的。我就算给你找钱，这一时半会儿已经给你拿不出8000万了。放心吧，他会跟的。你还他妈敢叫价？你要是不跟的话，这僵尸归我了。咱们的赌约，就算是我赢了。你牛逼！这僵尸，我他妈8010万！怎么加价才加10万啊？怎么你不服啊？会长可是说过不设加价金额，只要我加价高过你就行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个大少爷根本就没什么钱，估计顶多也就调动这些资金了。你他妈叫价呀！操！本少爷砸锅卖铁，我也要跟你一较高下。原本我以为能从这个王八身上叫价到1个亿，现在看来也就8000万而已。若再继续叫价，他可能会崩溃。这8010万，我跟不动了。这个僵尸归你了。另外呢，按照咱们的赌约呢，我得向你3鞠躬道歉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比不过我。赶紧敲锤吧，这下没人跟我竞拍了，这东西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大家恭喜王八少爷以8010万的价格拍得僵尸1个。恭喜啊！恭喜王八少爷！恭喜王八少爷！王少，以后10年我为您负责僵尸的日常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这獠牙可挺长啊！不过会长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这个僵尸是谁委托你拍卖的？听王少的意思是想见见这个委托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倒是想认识一下。正好，这位委托人今天也在我们拍卖会现场。哦，就在现场。谁呀？介绍一下。是啊，我们也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能够弄到僵尸这种神奇的东西？那就有请刘小姐上台说2句。感谢王八先生拍下僵尸，我在这里向你表示最诚挚的谢意。原来是我的女神委托拍卖僵尸的呀！圆圆啊，你要是缺钱，可以跟我说嘛，我直接私下转给你不就行了？何必搞一个拍卖会还要抽佣金的嘛？其实呢，我只是委托方，真正降服僵尸并且抓到的人不是我。哦，不是你，那是谁啊？是我的男人叶不凡。他，竟然是他！我去，原来就是这小子。
我本来就想当个幕后主使，你怎么把我说出来了？你看看，这王霸先生的脸色都跟王八一样，你简直杀人诛心啊！少爷，我怀疑这俩人故意下头坑你。去你的！本少看不出来，有你提醒啊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把我当二傻子玩我呢！部长，我要求退货退款，这拍卖方式不合理。皇上，哪里不合理呢？委托人是刘媛媛，这小子跟他有一腿，就是他故意抬价竞拍，目的就是为了圈我的钱。皇上，你这就有点小题大做了。刘小姐虽然是僵尸的委托人，但是她并没有参与你的竞拍加价呀，所以刘小姐没有破坏规矩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认栽是吧？皇上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刘小姐她并没有破坏规矩啊。好，我他妈认栽！小子，今天这笔账你记住了，咱们走着瞧。带着咱们的将士走啊！这一次啊，咱卖僵尸一共赚了8000万，扣掉30%的佣金，还剩5000多万，距离1个亿的小目标还有小5000万。哎呀，压力山大，以后啊还得多多努力啊！哎呀，没事的，不凡哥。前面有一家酒店，要不今晚我们就先住酒店吧？啊，住酒店啊？对，我要给你生孩子，这样爷爷就不会用1个亿的理由阻止咱俩新婚了。叮咚，恭喜宿主成功找到稀有级宝物，搜宝范围扩大至200千米，搜寻宝物等级从稀有级晋升至绝品级，额外奖励抽奖2次。我靠，绝品级，这能搜到什么样的宝物啊？还奖励了抽奖，系统，我要抽奖。开始抽奖中，叮咚，恭喜宿主抽中透视体验卡1张。叮咚，恭喜宿主抽中力大无穷技能。力大无穷，透视体验卡，好，不错。那接下来开启我的搜宝功能，我倒要看看200千米的范围能不能搜到绝品宝物。叮咚，搜宝功能开启。叮咚，江州水库发现绝品级宝物，请宿主快去前往。好嘞，不凡哥，听话，咱们不去酒店，回家。回家的话，爷爷老是大半夜的盯着我，我没办法摸进你房间里的呀。咱不回家行不行呀？是你回家啊，我还有事。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就这么不解风情了啦？喂，不凡哥，你干嘛去啊？当然是去赚钱去了。这水库不大，说这底下暗流连接着海洋，不过这乌漆麻黑的，啥也看不着，也不知道这绝密宝物藏在哪儿。哎，系统，你不如告诉我这绝密宝物地点在哪儿啊？宿主抽到透视体验卡是留着透视女人的吗？那你给我用体验了吧。叮咚，透视体验卡使用成功，有效时间24小时。我靠，怪不得是绝品宝物啊！这水里面居然有一条美人鱼，这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美人鱼，听到过美人鱼的传说，不曾想这水库里竟然就有一条，这要是弄上来，不得卖多少钱呢？白天害我在拍卖会上丢尽了颜面，此仇本少必报。等会儿上去给我往死里打！隔空取物，出来！我操！什么东西居然从水里蹦出来了？等会儿，咱们先稍安勿躁。你是什么人？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又是怎么把我从水里弄出来的？你这美人鱼居然还会说话呢！求求你放了我！哎呦，你这美人鱼肯定比僵尸更值钱，我可不能放你跑了。求求你放了我，我不值钱啊！等会儿，你看清楚了吗？那他妈是条美人鱼啊！是的，少爷，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。如果能把这条美人鱼也弄到手里，那咱白天被这小子下套坑的钱就能一雪前耻了。对的，所以你们现在都给我围上去！叶不凡，好巧啊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。你们这有预谋的包围我，还有脸说是巧合呢？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君子不报隔夜仇，白天你对我的羞辱，今天晚上我必须找回场子来。他，
你把你背后的那条美人鱼给我送过来，咱们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。那我要是不给你呢？你是不是让你的保镖把我放倒啊？不仅要把你放倒，还得把你打死，然后就在这里把你石沉江底呀！那我就是没得选了。怎么，你还想一个人打我们这么多人吗？哎，你还以为你像白天那样这么能打？那是我人带少了，今天晚上我人带的够多，给我上！我操！你们他妈的一群废物，5个打1个都打不过，能不能拿出你们找女人那股狠劲儿啊？唉。你别狂妄啊！我，大哥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道歉？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怎么现在服软了？因为你抓到的美人鱼跳进水里跑了。本少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你他妈的！要不是因为你带这些人过来找我的事儿，我好好的美人鱼也不会跑了。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别打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惹你了。你就把我当个屁，给我放了吧。没问题，废了你，让你以后再也不能嚣张跋扈。滚吧！完了，碎了。也不知道这美人鱼跑到哪里去了，透视不知道能不能捕捉到。看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有，估计已经走远了。救命！好像有人喊救命，还是个女人的声音。这不是我那条美人鱼吗？原来是跑到岸上去了，还被野猫精给电击上了。这世界真是太疯狂了，竟然还有猫精！住手！放了我的美人鱼！多管闲事的人类！你呢？现在放了美人鱼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这条美人鱼我盯了很久了，吃了它，我的修为能够更上一层楼。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让我放了它？玄武肉盾。有意思了，你敢不敢把你的防护盾卸了？我们1对1的单挑。好，给我破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法力？没想到获得的力大无穷技能竟然这么牛逼啊！之前让你放了美人鱼，你不听，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吧！我以后再也不对这条美人鱼有非分之想了，而且修行不易，求您饶了我。上天呢有好生之德，我本来也没有想要杀你，以后呢你就好好做一只猫，不能再滥杀无辜了。谢谢你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哎，不对，你之前还想杀了我。完了，刚逃离猫妖的魔掌，又沦落到人类的魔掌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快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不凡哥啊，你这大半夜摸进人家房间想干嘛呀？我都快睡着了。你快上床，被窝我给你暖好了。我有个好宝贝给你看。好宝贝啊？你又找到什么好宝贝了？这什么情况？不凡哥啊，你这大半夜往我房间带个女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老婆，你看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很漂亮啊，这嘴里干嘛塞个东西啊？我知道了啊，你是想一龙吸耳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不会同意的，而且我也不允许你这么放纵自己。我的调调有那么变态吗？再好好看看，那腿有什么不一样的？美人鱼？我的天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啊！她的双腿居然是鱼尾。答对了，这个是我刚刚在那个水库里面抓的。我想着把它送到拍卖会去拍卖，肯定卖出个天价来，到时候就能完成你爷爷的赌局啊！所以啊，你赶紧去联系那个雷霆会的拍卖会会长，咱们把那美人鱼卖了。这美人鱼是稀有品种，要是真去拍卖的话，肯定能引起狂风暴雨啊！是不是这样？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？
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？残忍？怎么残忍了？大自然生存规则，适者生存，物竞天择。把美人鱼拿去拍卖了，字被别人给买走了，或者字被人给吃了，你说残不残忍啊？这我倒是没想过。那既然这样，咱就不拍卖了，当宠物养着吧。把人家当宠物，人家能愿意吗？由不得他不愿意啊，毕竟是我抓回来的嘛。你有点冷血了。我要是把你当宠物，再给你脖子上拴个链子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了。那你说该怎么对待这个美人鱼？听从老婆的意思，把美人鱼放归大海。这才对嘛，听老婆的话才是好男人。那个，你别害怕了，我们刚才已经商量好了，把你给放生了。你们真的愿意把我放了，不是把我杀了？当然了，我可是听老婆话的男人啊！答应把你放了。你不用害怕，你都听到了吧？而且吧，我男人不凡，其实挺好的，他只是答应了跟我爷爷半个月要赚到1个亿，才想着把你给拍卖了。不过我们已经沟通好了，一会儿我就驱车把你送到海边，把你放生了。谢谢你们，我没想到你们会把我放了，我以为你会把我杀了的。谢谢你们。传说中美人鱼的眼泪能变成珍珠，没想到是真的。真的珍珠啊！这玩意儿值钱吗？你能不能别一天掉到钱眼里面？是人说人鱼眼泪值钱，但其实最值钱的是人鱼孽鳞片，一生只能生出这一片，具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奇效。这个就当做你们放过我的回报吧。你这么说的我好像是不是啥好东西一样。你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人家感谢呢，别装不好意思说哦。那咱们现在就把它放生了去。怎么样，做好人好事的感觉不一样吧？把美人鱼放生了，现在心里是不是特别有一种成就感？那趁着天还没亮，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呢？躺好了，我这头老虎可要扑食了。叮咚！恭喜宿主获得绝品级珍珠，搜宝范围扩大至500千米，搜寻宝物等级提升至独一无二级，开启属性面板。我的搜寻宝物等级又升了，还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个爽啊！爽吧？额外抽奖2次。还有抽奖，抽，现在抽。叮咚！恭喜宿主抽到闪现技能。闪现，我喜欢这个技能，继续抽。叮咚！恭喜宿主抽中隐身卡1张。隐身卡，我勒个去啊，这更是个好东西啊！那能隐身多久？隐身几个人啊？隐身卡使用后可以隐身12个小时，最多可以隐身2个人。爽啊！爽什么？你都还没动呢。叮咚！检测到500千米范围内出现独一无二级别宝物气息，搜宝功能自动开始。叮咚！发现独一无二级别宝物，地点在城乡结合部的云顶山山顶奇峰柱内，请宿主快去前往。云顶山的山顶上，那地方是一座天然山脉，海拔2万多米高呢，而且常年都被雪雾笼罩，从来都没有人走上过那个山顶，我怎么上去啊？宿主有闪现的技能啊，直接闪过去不就行了？并且那山顶上有独一无二的宝物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宿主哭都没地方哭，快去搜宝吧。系统，我现在正在干正经的事情，给我点时间可以不？明天再去。宿主要以大局为重，你现在需要的是赚钱，而不是女人。那你也得告诉我是什么宝物。没有检测出来，需宿主自行探索。你到底干嘛呢？怎么不动啊？难道还想让我主动？圆圆，要不咱们改日吧？
现在不就是改日吗？别浪费时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啊！你干嘛呀？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件事得去做。什么事情能有现在咱们要做的事情重要呢？这个事情十分重要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此去危险，你在家好好待着。我有预感，这次定能赚到1个亿。啊！你们都吃屎呢！啊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！赶紧的将这个柱子弄回去，给我爷爷当贺礼，要不然我把你们的脑袋一个一个拧下来。风哥哥，这么大的石头柱，我看着挺普通的呀，咱们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弄下山去呢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爷爷说，这里面有好东西，只要我能弄到送给他，他就让我管理整个家族，到时候就是我杨家的一言堂了。我去，还真的有人敢冒险来到海拔2万多米的山顶上弄这个柱子。叶不凡、杨峰、冯燕，没想到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啊！叶不凡，我记得你就是个干保安的，怎么还敢来这云顶山呢？叶不凡，你说话注意点，人家当初不就是把你这只舔狗给甩了吗？说话用得着这么嫉妒吗？你个拜金女，榨干了我，投入她的怀抱，我呸！真是无耻！风哥哥，你听听叶不凡说的话，太难听了。人家追求幸福有错吗？反倒说我不知廉耻。我们不跟这种底层人见识啊！你们几个，把叶不凡给我废了！我操，你什么时候这么能打了？你们不要以为人多就有恃无恐啊！咱们呢，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，新仇旧账一起算。你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能打了不起啊！哎，对了，能打就是了不起。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你不是喜欢冯燕吗？我把它还给你，还给你。别打我们了，我以后给你做小。谁要你这拜金女？我……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我要那个，赶紧滚！你早说呀！我以为你要我们命呢。那我们现在就滚！我们现在就滚！滚！他现在背对着咱们，趁着这个机会，咱们一起捅死他！啊！捅死他？对，一起！你要不捅死他，我就捅死你！走。你们两个啊，我都已经放过你们了，还搞背后偷袭！叶哥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不凡，是峰哥让我捅你的，我并不想捅你啊！求你就放了我！你是一个拜金女，去死！里面有生命存在，哦，好烫！看来得想办法将石头破开才行啊！是一颗蛋，系统，这就是你说的宝物？是的。这蛋也不大，里面能生出个啥？是个小鸟，羽毛这么红，品种肯定不一般。据说小鸟出生以后，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会将其认作父母。我是你爸爸。我是你妈。我是你妈。哎，这鸟还会说话呀？我不是小鸟，我是高贵的神兽朱雀，涅槃重生。神兽朱雀？我的天！我前段时间好像养了个玄武，只有来了个朱雀，有点意思了。你能将我唤醒，说明与我有缘。从今以后，你养我。养你？行吧，正好我家里面还有一只玄武宝宝呢。你还养了一只玄武？对啊。天哪！快带我去看看那只玄武。带你回去倒是可以，不过呀，我有啥好处？哎呀，带
待我去了之后呢，我自会告诉你。哼，你个小可爱终于回来了，知不知道我快饿死了？呸呸呸！哎呀呀，小玄武，真的是你啊！我勒个去，朱雀姐姐，你竟然也苏醒了！现在就差青龙和白虎了，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沉睡啊？什么苏醒沉睡啊，小玄武，我之前见你的时候，你可是有一个大玄武在守护着你呢。哎呀，那道巨大的虚影其实是我自己留下的意识画作的，是为了保护自己设置的震慑手段而已。哎，朱雀姐姐，咱们俩都是叶不凡找到的，说不定他还能找到青龙和白虎呢。你俩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去帮我们找青龙和白虎吧，只要把我们4个找齐，我们就能带着你一起飞升成仙呢。飞升成仙？对，我们4个是魔法时代的神兽，约定一起渡神兽劫飞升。神兽渡劫之后却陷入了沉睡，现在只有一起苏醒，一起飞升，才能位列仙班。只要你帮我们这个忙，我们就可以带你一起位列仙班，当我们的小跟班。我才不当你们那个什么小跟班。虽然是跟班，但也是神仙啊，可以长生不老啊。长生不老，听起来还不错。不过呢，我有爱人的，你想想，那如果我长生不老了，我的爱人在我面前一点点老去，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那如果可以让你带着你爱人一起飞升成仙呢？这个好啊。那你现在去帮我们去寻找青龙和白虎吧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呢，我还想再加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我想要1个亿，怎么样？果然是人类啊，眼中除了钱和女人就没有别的爱好了。那这样吧，我们虽然没有钱，但我们身上有比钱还值钱的东西。我的龟壳可以治疗任何疑难杂症，而且还能制作防御盔甲，可以有刀枪不入的技能。那我的羽毛有我的一道法力，你若是遇到致命的伤害，可以帮你不死不灭。听着挺不错的，行，我答应你们2个了。等我找完那个神兽，一定让你们早日团聚，飞升成仙。谢谢。那在这段时间里，我要在你这里住了。哎，去给我弄点吃的，我要吃零食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和玄武朱雀达成合作关系，搜宝范围扩大至1000千米，搜寻宝物等级晋升至至尊级。我靠，至尊级！这要是搜寻一下宝物，得是什么好宝贝啊？系统，开启我的搜宝功能。开始搜寻方圆1000千米范围内的至尊级宝物。叮咚，至尊级宝物出现在古董市场，正是青龙和白虎，请宿主快去前往。我去，系统，你和这2个神兽是不是密谋好了？他们刚要去寻找，你就提示有宝物。青龙白虎本就是属于至尊级别，没有什么密谋一说。行，你们说的算。我先让这小家伙吃点东西去。那个，你们先凑合着吃吧，等我回来带你们吃大餐啊！这么多古董，上哪儿去找啊？系统，我昨天使用的透视体验卡是24小时，现在才过了1天，我还有多少透视时间啊？还剩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足够了，开启我的透视神眼。就这个。小兄弟，看上哪个古董了？老板，这鼻烟壶怎么卖的？小兄弟，好眼力！这鼻烟壶可是古代皇上用过的，而且……别扯那么多，怎么卖的？那就一口价，50万。50万？你这个赝品鼻烟壶卖那么多钱？小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可是古代皇上用的。是不是赝品？你心里可比我清楚吧？虽然这里面有白虎神兽，但也得1分钱1分货呀。我出500块钱。小兄弟，没有这么砍价的。我50万的东西，你就给我500块。你要是不卖，我走了。算了，今天没开张，500块钱给你了。这鼻烟壶我要了，我出1万块。老板大气，鼻烟壶归您了。王八叶不凡，你也看上这鼻烟壶了，可惜被我买了。叶不凡，我又没招惹你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忘记了上次的教训了？我没忘记啊，但是你也不能不让我买东西吧？啊，把东西给我。啊，这东西我买了，怎么你很想要是不是？这样，你给我道个歉，我就把这个鼻烟壶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少爷，这小子好嚣张，要不要教训他？
不用，你们打不过他。我上次那保镖都是被他干趴的。叶不凡，你怎么能这么粗鲁呢？我都说了，你给我道个歉，我就把边壶送给你了。别打了，不用你道歉了啊！我把这边壶送给你。这个叶不凡太欺负人了，我一定要找回颜面，出口气。古董市场我都转了一遍了，这也没发现青龙的踪迹啊。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真让我查到了。这青龙怎么看起来还没苏醒一样，还是鱼的形态？小伙子，要买点什么？我随便看看。我这铺子里的东西可比外面摆地摊的要贵很多呀。若是在古董铺直接询问这条鱼卖不卖，绝对会引起这老板的疑惑。看来得想个不让人起疑的办法买到手才行。老板，你这鱼缸里面的石头，你卖不卖？我没听错吧？那不就是一块普通的卵石吗？老板，以我的这个经验来判断呢，这块石头可不是一般的石头。不是一般的石头，那是什么石头？老板，就说你卖不卖吧。我知道了，你是赌石高手。嘿嘿嘿嘿，你看出这块石头能开出玉石翡翠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哪，居然没有发现我随手捡了一块石头，居然是块玉石。这老板想象力丰富啊！老板，你的脑袋真灵光啊！这就是那个可以赌石的玉石，你想卖不卖？我不卖，这块石头我自己切。老板，你可要知道啊，这块石头也可能切出来是一块垃圾的翡翠啊！你考虑清楚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你多少钱买？你开个价吧。10万呢？这东西我要了。你是不是皮痒了？找我打你！这块石头我出100万。还是这位公子大气。少爷，这块石头我看就是块鹅卵石啊。你懂什么？叶不凡看上的东西肯定不同凡响。叶不凡，这次咱们不要动手，咱们比财力。比财力？你忘了上次拍卖会怎么出手的啊？那是被你坑了，所以这次我要再跟你比试一次，找回面子。你想怎么比啊？这样，这个东西我要了，你呢，在这个店铺里所有东西再挑一样，如果价值比我高，就算你赢，我把我所有的身价全部无偿送给你。你要是输了，必须跟我道歉，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许去打我的脸。这个赌你可是会输的。怎么可能？你挑的东西怎么可能有错？好，这个赌我应了。行，那你挑东西吧。哎呀，老板，这鱼怎么卖啊？哎，小心点，这是观赏鱼，100块钱一条的。你和这个公子有赌约，你还是选一件古董吧。你他妈废什么话？他要买鱼，你卖给他不就完了吗？100块钱吧。来，哎，好嘞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咱俩可有赌头呢。对不起啊！我以后再不打脸你，欺负你了啊！这个赌你赢了。你认输了？你认输了还向我道歉了？哎呀，我的心里啊可真舒坦。不过我觉得哪里不对劲呢。哎，不凡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啊？神神秘秘的。我带你飞升成仙。什么？成仙？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啊？他们是4神兽，可以带咱们成仙。你就图我开心吧你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飞升成仙。准备好了。不凡，真的可以飞天成仙？以后啊，咱们就可以永生永世的做一个长生不老的夫妻。